距离赖清德呢窜访斯威士兰只剩下2天，台海局势呢却已经如漏风的帐篷，四处透风。这边周荣泰呢窜访日本，惹恼了东京；那边美国参议员联名施压，逼着台湾掏钱买军火，而赖清德自己却忙着准备飞往非洲，给一个小国的国王祝寿。这连串的操作到底图个啥？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今年的3月7号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打着私人观光的幌子，包了华航的专机飞往东京看世界棒球经典赛。按照事先和日方谈好的条件，那么此行呢必须低调就不能接触日方的政要。那么随行人员里边的发言人和摄影人员都得给去掉了。可是结果呢，台方提交的这个访团的名单超过了15人那这个阵容就很庞大了。东京方面要求删掉发言人和摄影人员，台方却没答应。卓荣泰呢一到东京巨蛋，台媒就立刻这个大肆的报道，绿营政客更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高调的炒作，声称这是所谓的台日关系的一个外交突破。那么日方的官方长官呢不得不出来澄清，说这个卓荣泰此行没接触任何日方政府关系人士。据这个日经亚洲报道，日方部分的官员对此非常不满，觉得民进党当局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一个默契吧。那么有知情人士就直言，东京感到被背叛了，将来习惯就好。那么后果也很直接以后呢，台湾政客呢再想找借口去日本这个难度呢恐怕要翻倍了。那么日方呢在这个涉台敏感的议题上的这种合作意愿也会大打折扣国台办呢对此用4个字来评价，什么呢？鸡鸣狗盗。再来说说赖清德呢即将窜访的这个斯威士兰。我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个名字没有这个反正我之前很少能听到这个国家。这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小国，人口大约有多少呢？120万可能都就跟咱们一县城人差不多。至今还是绝对的君主制，国王呢是姆斯瓦蒂3世，自1986年登基至今斯威士兰呢是台当局的非洲仅存的所谓的邦交国，也是全球的12个与其保持所谓官方关系的国家之一。那么台当局每年都会给他大量的这个援助。你看，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预算就达到了13.6亿新台币。可是这些钱呢，大部分都进了王室的口袋当地近80%民众还处于赤贫状态，人均 GDP 也就3000多美元。那么这个赖清德这次窜访，名义上是给国王给贺寿了。庆祝其登基40周年和58岁的生日。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想赶在大陆5月1号对这个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这个零关税政策之前去灭火，生怕这个所谓的邦交国也跑了。零关税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产品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市场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斯威士兰因为没和大陆建交，那就被排除在外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呢还答应了斯威士兰方面的约5000万美元的一个援助的要求。说白了，这就是拿台湾民众的钱去维持一段注定脆弱的关系。华盛顿那边也没闲着。在3月28号，由参议员沙欣匡熙恒，包括像这个蒂利斯和罗森组成的一个跨党派的代表团访台窜台，是吧？敦促台湾朝野通过总额1.25万亿的新台币，为期8年的一个国防特别预算。那么在窜台结束之后呢，这4位参议员呢又联名致函台湾的立法机构施压要求尽快放行信中呢特别就提到了去年12月美方宣布的超过这个11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案，呼吁呢台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追加采购。那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就是美方军工利益集团需要订单，那台湾呢就是那个被锁定的买家。那么钱从哪儿来？当然是从台湾老百姓的这个口袋里边来嘛。那么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在4月17号的这个回应，应该说是一针见血，说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哪有什么这个国防预算
赖清德呢是拿着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对美输诚贴靠，是卖台祸台毁台之举。那美方一些人呢，只想着从台湾身上敲骨吸髓，根本就不在乎台湾安不安全只想着能不能挣更多的钱，甚至不惜发这个战争财。另一边呢，岛内呢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你看今年的2月，在北京举行的这个国共两党的智库论坛上，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岑就明确表态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是炎黄子孙应该呢互助合作，那么共同振兴中华。他也指出，两岸呢应该合作赚世界的钱不应搞对立，让外国渔翁得利剥削掏空台湾。你看这番话虽然简单直白，却点出了一个关键现实，那就是走台独的路线除了不断的对外撒钱，换不来任何实际的利益。那么眼下的局面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赖清德呢飞去非洲，能买到的不过是短暂的面子，换不来斯威士兰长期的忠诚。那么卓荣泰呢，在东京这种高调的表演已经透支了日方的耐心，而美方参议员的这种联名信，说到底不过是军火商的一个催款的同时。那么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正在被一笔一笔的花在这些看不到回报的地方，这条路走下去，谁获利谁买单？我想这个答案一目了然了吧。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也希望各位呢把这期视频呢转发分享到台湾的社交平台上，让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看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